作为被豪门报错的孩子，我成了那些曾视我如珠如宝的家人眼中霸占真千金的身份，鸠占鹊巢的野种。曾爱我如命的爸妈说：“都怪你，不然我们怎么会骨肉分离这么多年？”曾对我无有不应的大哥说：“来历不明的野种，袅袅比你好10000倍。”曾只听我话的弟弟说：“你真让人恶心。”而那个曾发誓说会一生一世只爱我的男朋友，他说：“袅袅才是我真正爱的人，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一夜之间被弃若敝履，可明明我什么都没做错。后来我被绑架，成为绑匪勒索顾家夫妻的肉票，可直到被撕票，也没再见到任何一个顾家人。再来一世，我什么都不要了，只想好好活下去，于是主动离开。这些人竟都哭着求我回家，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被杀害分尸的第7天，我重生了，重生在顾袅袅被父母带回家的前一天。依照上一世的记忆，顾袅袅回家，无异于我的死亡倒计时。回顾完上辈子的死亡历程，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现在正身处医院。潮水般的记忆霎时汹涌而来，明明是因为避开乱窜马路的行人，才导致车子撞上路过的公交车。可在一段掐头去尾短视频的渲染下，哪怕我已经在最后关头猛打方向盘，拼尽全力避免人员伤亡，却还是被塑造成一个无视交规、把马路当自己家、无知愚蠢的女司机。直到我昏迷2天后醒来，网暴依旧在继续。女司机嘛，懂得都懂，同情无辜的公交司机和乘客，不会开车的女司机赶紧去死。虽然同为女司机，但还是得骂一句：傻逼快去死！好在公交司机驾驶经验丰富，否则不然真不敢想要死多少人。这种马路杀手，早晚一天被撞死。车祸后，有网友根据我的车牌号扒出了我的身份，本是首富顾森和的女儿。于是顾家名下所有公司的官博都被打着正义旗号的网友攻占了。闹出这样的丑事，出于对我的小惩大戒，我人还在医院躺着，名下几乎所有银行卡就全都被冻结了。而从入院到醒来，顾家人别说来探病，从头到尾也有大哥顾峰只打过一个训斥我的电话，仅此而已。没办法，毕竟亲生女儿已经找到了，谁还能顾得上我这个鸠占鹊巢的野种？他们现在应该正欣喜若狂地忙着给亲生女儿置办家当。最后一次复查后，医生告诉我可以出院了，谢谢，道过谢。在护士的帮助下，收拾好东西，打车回家。不对，我现在已经不配将那个房子不能称之为家了。请出租车司机在小区门口稍等，没有丝毫犹豫。趁着顾家人都不在，我收拾好行李，只拿了那张属于我个人存款的卡。真是可笑，因为想用自己赚来的钱给父母买生日礼物，所以没告诉其他人是以这张卡的存在，整个顾家也只有我知道。而这笔原本打算用来买礼物的钱，恰好成了我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在管家和家里阿姨都忙得热火朝天时，拎着行李箱下了楼。小姐，你要出门吗？正要踏出家门，身后传来管家杨叔的询问。我没回头，只说对，该走了。过去顾家人送给我的东西，除了几件不得已的衣服之外，其他全部被我留在了顾家。拉着没什么分量的行李箱走出小区大门的那一刻，我忽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车门关上的瞬间，我余光扫到顾峰的车子，车速极快，开了进小区，应该是急着要见自己的亲妹妹吧。收回目光，
我情绪无比淡定地跟司机说：“师傅，去机场。”4个小时后，我出现在邻市的一个普通到不能更普通的小区门口。得益于这些年偶尔心血来潮做的投资，虽然没法和顾家相提并论，如今也算小有存款，而且早在去年就买下了自己的第1套房子。只是从买下这套房子至今，除了收房时来过，今天还是我第1次过来。还好偶尔会联系家政过来做清洁，哪怕一直空着，这套房子也处于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程度。身心疲惫地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眼前闪过一幕幕前世今生交杂在一起的画面。从上一世我就不明白，就算不是亲生，毕竟做了20多年的家人，他们怎么能做到一夕之间将我视作洪水猛兽？不知过了多久，脑袋依旧昏昏沉沉的，我开始昏昏欲睡。先睡一觉吧，睡醒了，一切就都会好了。再醒来时，天色已经彻底擦黑。在床上呆坐片刻，我才反应过来自己现在身处何处。握在掌心的手机发出不间断震动，拿起一看，屏幕上浮现出秦卓的名字。秦卓，上一世我一直以为秦卓是真心爱我，但直到顾袅袅出现，我才知道，从始至终，他只爱能为他带来助力的人。滑动接听键，空寂的房间中立刻响起秦卓暗含不耐烦的声音：“顾瑶，你人在哪呢？”我没出声，将手机放到一旁，重新躺下，扭头看住窗外的墨黑夜空。你爸妈说今天顾家有很重要的事情宣布，只剩你还没到，你能不能别在这个时候闹脾气？车祸的事我也听说了，这事儿的确是你不对，叔叔阿姨也是为了你好才停了你的卡，别任性好吗？告诉我你现在在哪，我亲自去接你，这样总可以了吧？除了秦卓一句接一句的指责，背景音中还有顾风满是不屑的声音：“别哄他，20多岁的人了，还一天到晚不懂事，有本事他就这辈子都别再回来。”即便已经经历过一次，可再次听到这些，我还是忍不住为自己感到心酸。沉默半晌，我拿起手机，打断听筒中接二连三的质问，平静地问他：“秦卓，你知道我在医院昏迷了2天，今天上午才出院吗？”电话那头的喋喋不休骤然消失，片刻，秦卓的声音才再次传来：“所以你是在怪我没去医院接你吗？顾瑶，你知道我有多忙，做不到事事以你为先。你都23岁了，不能再要求我时时刻刻以你为中心，明白吗？”深吸一口气，面对他的顾左右而言他，我选择开门见山：“顾袅袅回去了，对吗？你今天是陪顾总顾太太去接她了吧？”“什么？”秦卓声音中多了几分愕然。“你怎么知？”他的话音倏地中断，手机两边除了顾家人隐隐约约的欢声笑语外，彻底陷入死寂。我叹息一声：“就这样吧，秦卓，我累了。”“顾瑶，你什么意思？”秦卓嗓音有些发紧：“我是你男朋友，叔叔阿姨有需要我做的事情，难道我能忘记？再说，袅袅毕竟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你……”他越说，话音越干涩：“你到底在哪？我现在立刻去接你。”抿了抿唇，我握着手机，扭头看向窗外。“不用了，秦卓。”我略带沙哑的声音在这空旷寂静的房间响起：“我以后不会再回去了，还得麻烦你帮我转告，祝他们阖家团圆。我绝不会去打扰他们。”话音落下，没再等秦卓的回答，我直接挂断了电话。重来一世，我只想好好活着。晚上睡不着，我打扫了个通宵，直至天明才满头大汗的结束。至于工作，
从昨天决定离开埃市的第一时间，我就已经递交了辞呈。毕竟是个可有可无的岗位，人事只过了半小时就同意了我的离职申请。早上8点，我饥肠辘辘的撑着沉重的眼皮下楼买早饭，才踏出电梯，手机就又响了起来。这次打来电话的是顾峰。思考片刻，我终究还是接了电话。对方开口就是质问：“顾瑶，你怎么不在医院？”我静静听着，并没有出声。秦卓说：“你已经知道袅袅的事情，刚好也省了我们再跟你解释。不过爸妈也说了，哪怕不是亲生的，我们以后也会继续把你当顾家人看。之前你在网上闹出的那些事情，我们也可以既往不咎。不过我劝你还是适可而止，不要还以为家里人回想过去那样容忍你，还说些什么再不会回来的混话。你的银行卡我今天会去给你解冻，如果你敢去大手大脚乱花钱，我也不是不能再给你冻上。”我捏捏眉心，本就发胀的脑袋，在他一通说教之后，逐渐演化成了头痛。耐心听了几分钟，他说的话却几乎大同小异，我也不打算继续听了。顾总，我截断他的话，平心静气道：“这次我没有任性。”谁料我这短短一句话，反而让对方愈发冷嘲热讽起来。没有任性？顾瑶，这话说的你自己信吗？看看袅袅，再看看你，都是20多岁，他已经有自己的工作，而你呢，到现在还在吃家里的，喝家里的，花的钱也全是爸妈和我给你。你以为没了顾家人的身份，像你这种一无是处的人在外面能活得下去？没了听他自以为是指责的心情，我礼貌且疏远道：“这就不劳您费心了。”顾瑶，顾峰怒道：“我警告你，别不识好歹。”顾总，我又喊了他一声，发自内心的问道：“顾家现在真的还有我的容身之处吗？”上一秒还像条喷火龙似的顾峰，下一秒瞬间晋升。我知道这句话才算是问到了他的心坎上。就这样吧，顾总。我不理会他情绪，自顾自说着：“我不回去。”大家都轻松。在顾峰又要喷火的前一秒，我飞快挂掉了电话，卖完早餐回了家。在看手机时，才看到顾峰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来的好几条微信，看也没看微信内容，我直接连消息带他一起删除并拉黑。哦，还有电话号码。除了大大小小的投资，我这些年陆陆续续在网站连载过几篇小说，也算得上小有名气。微博上以签约作者身份注册的账号，粉丝数量也有6位数，所以哪怕没有顾家帮扶，我也能过得很好。可惜我上辈子始终不懂这个道理，固执甚至偏执的想要跟顾袅袅这个亲女儿抢夺顾家人的爱，这才最终落得个惨死街头的下场。如今有幸重来一次，我必不可能让自己重蹈覆辙。登录许久没上的作者微博，评论10条里就有8条就催我开新闻。带大大大，我真的文荒了，求大大开新闻，求求求求求！我七舅姥爷的姑婆的表姐的外孙女的邻居的同事是算命的，他说不出意外的话。太太今天就要开新闻了，鱼哭了海知道，我哭了谁知道？太太，你听到了吗？没新闻，看得我真的哭得好大声，撒泼打滚，阴暗爬行，尖叫，捶胸，找不到太太，一哭二闹三上吊，继续阴暗爬行。没有新闻，我的生命即将枯萎。没新闻，没番外，我懂了，这就是牛马的宿命。泪目，阴云密布了将近2天的心情，彻底被可爱的评论治愈。恰巧网站编辑最近也在询问我开新闻的事情，我直接挑了一个评论回复：山海不可平。回复：那他算得蛮准的，推给我。
不出所料，这条回复很快就有了上百条评论淹没。耗时1周，构思好新闻大纲，然后开始存稿。和之前那些永远家庭幸福、爱情美满的甜宠文不同，新开的连载，我决定用自己上辈子的命运当素材，结局如何暂且不提。不知道有多少读者能接受这样的治愈型了。在写作软件里敲下第一行字的时候，除外卖和快递电话外，已经沉寂了将近1星期的手机冷不丁响起铃声。有些意外，我朝屏幕扫了眼，原来是顾家的小儿子，曾经最爱跟在我身后，姐姐长姐姐短。后来顾袅袅回家后，也最对我嗤之以鼻的人顾潮。犹豫片刻，我还是接起了电话。顾瑶，你还有完没完？意料之内，携着怒火的质问扑面而来。顾潮本就是个暴脾气，如今更加没遮没拦了。就因为爸妈把我亲姐姐接回家，你就闹脾气不回来了？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你才是那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知不知道这段时间，因为你没回来，我亲姐姐连着1礼拜连笑都没笑过一次。我知道，你不就想靠这个逼爸妈更重视你吗？差不多点得了，本来就是个野种，还真拿自己当我们顾家人了，还敢跟我亲姐姐比，你也配？没我们顾家把你养大，你早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好心劝你一句，麻溜滚回来，给爸妈和我亲姐姐道歉认错，否则你就真这辈子都别想再踏进顾家大门一步。顾潮连珠炮似的输出，我只将手机搁在一旁继续敲字。10来分钟过去，久久没能得到回应的顾潮倏地怒吼一声：顾瑶，你他妈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这才重新拿起手机回答：在听。顾潮呼吸沉重，像是憋了天大的火气。好，在听就好，你听清楚了，给你1天时间收拾东西滚回来，不然不了。我果断拒绝，温和道：顾潮，你放心，我不会和你亲姐姐抢什么，也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你说什么？顾潮似是难以置信。你有种再说一遍。我吐出口气，重复道：我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不会和顾袅袅抢什么，也不会打扰你们阖家团聚。别再给我打电话了，顾潮，你担心的那些事情都不会发生的。说完，再不等顾潮反应，我干脆利落挂了电话。幸亏顾家每个孩子都是1到18岁就会把户口迁出去，否则我还真没这么容易和他们断绝来往。被顾潮这么一打断，我终究还是写不下去了。好在连载还没有开始，我索性关了电脑，决定去外面遛弯透气。虽然和佛寺只隔了几百公里，但同事的生活节奏却让我感到非常舒适。这是一座不那么富有和时尚的城市，可生活在这里的人却绝大多数都比佛寺更加平和与友善。小区门口有热闹的早点摊，此时天色渐晚，各种小吃也陆续登场。相隔不到1公里的位置，就又一座环境清幽的小公园，就连气温也比佛寺要宜居许多。当初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心底就涌起强烈的喜爱和归属感。也正因如此，我才会鬼使神差在这边买了房子。装进口袋的手机还真断断续续震动着，应该是顾潮发来的信息。想来应该是要把没来记得在电话里说出的话一股脑都倾吐过来才算完。慢慢悠悠吃了点东西，又去小公园消食散步了半个多小时。回了家，才又拿出手机点开来看，果然是顾潮的信息，铺天盖地，密密麻麻。顾瑶，你该不会真以为屁股一拍走了就没事了吧？
那这些年顾家把你养大的花销怎么算？你长这么大，吃穿用度什么不是最好的？真要断绝关系，行啊，那先把钱还了再说。劝你最好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别真闹过头，否则别怪我们真不顾念这么多年的感情。给你个台阶就赶紧下，别以为霸占了我亲姐姐20多年身份，你就真是我们顾家的人了。见好就收吧，别太蹬鼻子上脸了。一条条看完他字里行间全是嫌弃的消息，我回复一句：放心，钱肯定会还。没再给他继续对我指指点点的机会。继顾风之后，顾潮也进了我的黑名单。这些年顾家养我的花费，除去我留在顾家的衣服鞋子还有首饰包包车子之外，金额大约是800万。而我如今的存款加上还没回款的投资利润，满打满算也只有200万，任重而道远啊。豪门好归好，钱花的也是真多。好在我从小就不是个铺张浪费的人，要还的金额还在我可以承担的范围内。凌晨1点，我再次打开电脑，一气呵成码完新闻前3章，然后关机下线。得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赚钱的路子。之前的朋友都不能联系了。依照上一世的记忆，从得知我不是顾家亲生女儿后，那些我以为能对我真心以待的朋友，就全都一夜之前翻了脸。如果我敢找上门去，别说提供新的赚钱机会，还得挨几顿冷嘲热讽。至于秦卓，我摇摇头，把上一世那个因为怕我会对顾袅袅不利，大庭广众之下对我恶语相向不说，还把我描述成了一个对他极尽倒贴、不知廉耻、自甘下贱的拜金女，到我死掉都再没出现过一次的男人，彻底扫出脑海。算了，还是先睡觉吧。熬了快1天1夜，脑浆都快凝固了。一觉睡醒，手机上出现10几个未接来电，有来自秦卓，但更多的还是来自顾家夫妻。看着未接来电中的爸爸和妈妈，我心头一滞，飞快退出页面，用尽全力，总算让心情平复下来。原以为重活一世，上辈子的伤害早就全部都不在乎了，可直到此时此刻，我才倏然明白，所谓的不在乎，原来从始至终都只是我的自欺欺人而已。甚至之后整整1天，我都没勇气再打开那个页面。上一世，我也曾以为，就算他们找回了亲生女儿，就算我只是阴差阳错才进入了顾家，好歹朝夕相处了20多年，他们也曾那样爱我，绝不会只是因为一份血缘就不再爱我。于是我一次又一次的试探，试图证明他们依旧是这世上最爱我的人。可直到我被绑架，绑匪给付家夫妻打去勒索电话，向他们索要天价赎金，而所有顾家人却还以为那只是我心想出来的把戏，甚至都没有报警。当我被捆着手脚，封着嘴，亲耳听到顾森和说出撕票，好啊，他最好一辈子都别再出现在我面前。还有苏凤美的那句，连袅袅一半懂事都没有，不如死了干净。那通电话后，我被气急败坏的绑匪折磨了整整3小时，然后被他们残忍杀害，被肢解。在那生不如死的3小时中，我无数次祈求老天，奢望他们能看在到底曾是一家人的份上来救我。可知道那把冰冷的刀子划破我后的喉管，割下我的脑袋，我都没有等来想象中的警笛声。我曾经也很想知道，等有朝一日他们在警局见到我那些零散尸块时，究竟会作何感想。只是后来又觉得不重要了。被噩梦惊醒，我擦掉额头溢出的冷汗，大口喘着气，试图从噩梦带来的惊惧中挣脱出来。梦中被折磨、被杀害、
被肢解的感觉，真实到让我哪怕醒来也浑身颤抖不止。过了不知多久，呼吸才总算逐渐变得平稳。看了眼手机，才凌晨5点，可惜再睡不着了。漆黑的房间中亮起莹莹白光，望着空白的文档页面，想要码字，却发现手指还在轻颤。那份刻在灵魂最深处的恐惧，哪怕重生一世，也依旧没有缓解半分。突兀的手机铃声乍然响起，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扭头看去时，竟看到手机屏幕上正显示着秦卓的名字。他怎么还会给我电话？依照上一世的记忆，他这会儿不应该正绞尽脑汁让顾袅袅爱上他吗？直到来电自动挂断，我都没有接起。约莫是反应过来这个点打电话确实不合适，秦卓没再继续打来电话。不过他这通电话倒是让从那份从噩梦中而来的犹如枯骨之躯的恐惧真正减淡了不少。在看向电脑屏幕时，我的手指已经不再颤抖。我在空白的页面敲下新一章的题目：放弃。新闻成绩不算很好，也算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我当初也算是以甜文见长，冷不丁改换文风，势必要流失不少读者。当然，最奇怪的还要数秦卓。自那天凌晨的电话之后每天他都要给我打一通电话，铃声或长或短，我一通来电都没有接过。每天沉浸在对新闻的构思和连载中，从离开顾家到现在，时间已经不知不觉过去了将近1个月。得益于现在实在空闲，我每天的更新量都能维持在2到3章。经过前期的冷淡期后，不知从哪闻讯而来了一批唯爱治愈文的新读者。新闻的点击量和评论总算不再像之前那样少得可怜。连载已经进行到了中后期，也将迎来最大转折。主角在经历过被家人恋人抛弃的阵痛，好不容易走出阴霾，决心重新开启新生活，却在即将离开时横遭变故，被一伙流窜至居住地的绑匪无情绑架。和我上一世的遭遇大同小异。热爱甜宠文的老读者激情留言：求求太太了，别再虐了，我的心脏真的已经无力承受。而专注治愈文的新读者摩多。时间一天天过去，很快来到了中秋节，也就是我前一世死去的那天。出于某种心理，这天我特地起了个大早，也算是做了回银行的首位客户。200万。银行柜台里的柜员面露狐疑看向我，看眼神似乎在怀疑我是不是被网络诈骗了。收款人是我父亲。听到这句话，对方才算松了口气。操作流程期间还不忘夸我，做柜员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看到您这样给父母大额转账的客户。您和父母的感情一定很好。我抿嘴笑笑，没有回应这句话。没花多长时间，转账结束，我起身离开银行。赚了这笔钱，我的银行卡里只剩不到3000块存款。好在下一笔投资利润即将到账，这个月的稿费再过几天也要发来，不然恐怕真要捉襟见肘了。刚进地铁站，手机铃声预料之中响了起来。打电话的人是苏凤美。几个深呼吸后，我接起电话，客气道：喂，你好。对方似乎卡了下壳，但很快说出话来：瑶，你怎么好端端给你爸爸赚了200万？走进地铁车厢，我低着头去到角落，轻声道：您和顾先生这些年抚养我的费用，零总算下来一共是800万，但我目前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暂时选择分期付款。这句话后，听筒那头书弟陷入一片寂静。
地铁又行过一站。什么叫你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分期付款？对方的语气听起来很难过，声音中还带着几分颤抖。上一世，我就是因为被这样的语气误导，才会误认为他们依旧爱我，才会在顾袅袅刚回家，而我犹豫着要不要离开时，最终选择留在顾家，留在他们身边尽孝。可惜，我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瑶瑶，苏凤梅哽咽着，你连爸爸妈妈都不愿意喊一声了吗？我沉默着，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曾经，我没有自知之明的一次次当着顾袅袅的面这样喊他们，最终却换来他们一句：我们不是你爸妈，以后别再这样喊我们了。袅袅会难过的。地铁到站，我走出地铁，于人潮汹涌中继续安静听着苏凤梅说话。她说：瑶瑶，哪怕袅袅回来了，你也依旧是我和你爸爸的女儿，你怎么能这么狠心，说走就走，还要把钱还给我们？你这样跟用刀子剜我们的心有什么区别？即便再想保持沉默，我终究还是没忍住问了一个对于目前的他们而言算得上无理取闹的问题。那如果有一天我和他同时遇到危险，你们会更担心我还是他？对方呵斥：胡说什么？你们两个都好端端的，怎么会有危险？瞧吧，哪怕连一句假话都不愿再说。站在地铁站外，偶尔能瞥见有行人提着月饼，行色匆忙的样子。我闭了闭眼，在睁开时说了句：剩下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们，以后别再联系了。既然注定总有一个人会受到伤害，那不如从一开始就把自己从那个泥淖中解救出来。瑶瑶，苏凤美急切地喊了一声。我真的很久很久没从她口中听到这个称呼了，忘了上一世从什么时候开始，无论他还是顾家其他人，只会用顾瑶你之类的称呼叫我妈。别跟他说了，他爱还钱就还钱，反正那些钱本来也不应该给他花。这是顾朝的声音。等他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离了顾家什么都做不了，就会乖乖回来了。这个是顾风。除了他们两个，我还隐约听见一道细软的声音：妈妈，是瑶瑶姐吗？她是怪我抢了她的身份才会离开吗？都怪我，要不是我，瑶瑶姐也不会离开。不然我还是走吧，这样瑶瑶姐就能回来，你们就能一家团聚了。哪怕这句话落在我耳中时已经变得模糊，我也依旧能听出对方语气中的委屈和自责。果然，他话音才落，顾朝就炸了。什么叫你抢了他的身份？姐，他才是外人，才是那个鸠占鹊巢的野种。我们现在这才叫一家团聚，他不回来才好。我现在多看他一眼都恶心得不得了。苏凤美呵斥着顾朝，但也仅限于此，也没有更多表示了，不愿再听这些我上一世早就听过无数次话。我径直挂了电话。其实我上一世和顾袅袅就不是很熟，虽然我一直把她当作假想敌，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想跟她争个高低，但其实从始至终我都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人。不过从刚刚电话里的那句话听来，他似乎也不想表面看上去那么单纯无辜。算了，不重要了。步行回到小区，可刚到小区门口，我竟然看到了秦卓的车，后座车门打开，一身笔挺黑西装的秦卓大步流星朝我走来，甫一靠近，他就不由分说将我搂进怀里。我先是一怔，随即后知后觉察觉到他似乎正在颤抖，心中缓缓升起无数个问号。怎么回事？他现在不是应该正在追求顾袅袅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他看起来似乎不太对劲。还有，他为什么会知道我住在哪里？人来人往的小区门口，秦卓就这么堂而皇之紧紧拥住我，自然引来不少打量的视线。我无语道：“秦卓，你调查我？”但他明显对我的话置若罔闻，只装死一般把头埋在我脖颈。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将他推开。你在发什么疯？至此我才看清，秦卓的模样实在过于憔悴了些。原本合身的衣服宽大了很多，下巴布满青色胡茬，眼窝深陷在2圈浓重的黑眼圈中，眼白铺满了红血丝。我忍不住拧起眉心，他的样子的确不太对劲，但该问的还是要问。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秦卓没有说话，只眼睛一眨不眨地深深把我望着，好像只要一眨眼，我就会消失在他面前。刚要再问，一个大胆的猜测突然涌进脑海：该不会他也重生了吧？又沉默了许久，秦卓终于开口。瑶瑶，又是这个恍如隔世的称呼，他嗓音沙哑的好像砂纸。我做了一个梦。哦，原来不是重生，只是做梦而已。他似乎陷入了什么情景之中，神经质的不停说着：我梦到你被绑架了，还被那些畜生杀了，就连尸体都……他发出一声巨大的啜泣，看起来是那样的痛苦，我却心无波澜。他痴痴望着我，我淡淡道：秦卓，那只是个梦。我起初也以为那只是个梦。他突如其来吼了一声，周围行人的视线再次汇聚到我们身上。秦卓恍若未觉，呢喃着：可整整半个月，我每晚都会梦到同样的场景。瑶瑶，那不是梦对不对？那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对不对？他踉跄着朝我走来，似是想再次把我拥入怀中。哪怕醒了，我也还是能感受到梦里的绝望和痛苦。我知道那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瑶瑶，他流下泪来，那样狼狈告诉我：我好想你，我不能失去你。如果秦卓的这些话是上一世说的，那该多好。扫去心中酸楚，我退后几步，躲开他伸来的手，语气没有丝毫起伏地说：那只是梦，否则我现在应该已经死了，不光死了，还已经被分尸了。秦卓，你清醒一点，我还好好活着呢。秦卓却根本听不进去我的话，像是跟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半个月，整整半个月，我无数想救你，可无论我怎么努力，最终都只能面对你被杀害的事实，都只能看着那具连警察都找不全的尸体。不过瑶瑶你放心，我后来把那些绑匪都找到了，我亲手杀了他们，一个一个，全都让他们不得好死。瑶瑶，我给你报仇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你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算得上歇斯底里，不愿继续面对他，喊来他的司机和助理，想让这些人把他带走。可他却像是疯了一般，又吼又叫，张牙舞爪。饶是他的司机是个5大3粗的男人，也近不了他的身。此刻的他就像真的疯了一样。秦卓，如果你再闹下去，我就要报警了。像他这种有头有脸的人物，真闹到警察来的话，恐怕他公司的股票都会受到影响。最后还是报了警。秦卓几乎已经失去理智，只不断重复着求我原谅，求我回到他身边。警察来时，生怕他闹出什么乱子，而一直拦着他的助理和司机，都已经是几近脱力的状态。面对这一团乱麻的场景，警察也非常一言难尽，配合着录完口供。趁秦卓还在接受调查，我先一步离开了派出所。事到如今，我总算知道半个月前凌晨5点的那通电话是怎么回事了。可是回到家，我陷入沉思。
秦卓为什么会梦到我上一世发生的事情？想来想去，还是想不明白，索性抛开这件事，清空脑袋，继续去码字了。新闻即将进入尾声，小说中所有曾亏欠、伤害过女主的人，也即将迎来他们的惩罚。评论中也有提出各种各样建议的，当然要让他们倾家荡产，不用多。女主受过的伤害，让他们全部亲自感受一遍就好。要么没钱，要么没命，太太选一个吧。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当然都要。我要是女主，高低的亲手在那俩憨批兄弟头上一阵暴扣。然而临了，我居然卡文了。又是一个凌晨，我被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吵醒，拿过手机，甚至没顾得上看一眼来电显示。半梦半醒间，我无意中接起了电话。瑶瑶，是苏凤美。她听起来那样浓重的惊恐，以至于连声音都因为尖锐而变得有些刺耳。我瞬间清醒了，继而听到苏凤美几乎算得上语无伦次的一段话：瑶瑶，你现在在哪？妈妈这就去找你。瑶瑶，你别怕，妈妈马上就来了。妈妈现在就来救你。你别怕，你别怕。她一遍遍重复着最后3个字，以至于我鼻子不受控制变得酸涩，眼眶也开始发烫。瑶瑶，妈妈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妈妈的瑶瑶，瑶瑶，你别离开妈妈，别留妈妈一个人。听筒那头的背景也变得杂乱起来，管家、佣人，还有顾风兄妹3个人，有人在劝，有人在拦，其中有以顾朝的声音最大。妈，这都半夜了，你好端端找什么顾瑶啊？要我说，反正他本来就不是我们家的人，走了不刚好，还找什么呀？就是个抢了我姐姐身份和好日子的野种，他才不配继续留在我们家，都是他的错。我们本来一家团聚好好的，他非要在这种节日换什么钱？他分明就是故意要让咱们家不太平。就他这种狼心狗肺的白眼狼，我看死在外面才。他一个响亮的耳光打断了顾朝恶毒的诅咒。咚一声，苏凤美的手机好像掉在了地上，随之她歇斯底里的尖叫也不再像起初那样刺耳。你再骂我的瑶瑶一句试试？妈，你居然为了那个野种打我！啪！顾朝刚质问完，紧接着就是又一记耳光。瑶瑶是我女儿，是你姐姐，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没良心的白眼狼？瑶瑶之前对你多好，你难道都忘了吗？妈，顾风也加入了劝架队伍。您别急，别动手。小朝也是担心您这么晚还急着出门有危险，甚至顾袅袅也没再继续装柔弱，只急切地劝着：妈妈，您别急，瑶瑶姐今天不还好端端跟你通过话吗？不会出事的。可奇怪的是，顾森和居然从始至终都没出过声，直到又过去了好几分钟，我才隐约听到他说：老杨，给司机打电话，给我和太太订最近一趟去同事的航班。之后应该是混乱中不知道是谁挂断了电话，听筒那头的嘈杂声响，顷刻消失，房间再度归于安静。可我的手指不断收紧。为什么在秦卓之后，苏凤梅也梦到了我上一世的事情？一晚上时睡时醒，直到上午9点，我才顶着一团乱麻的脑袋下了床。刚洗漱完，手机铃声又响了。讲真，我过去20多年的来电都没近1个月多。扫了眼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我接起电话：你好，顾先生。瑶瑶。说话的人却不是顾森和，而是依旧保持着昨晚的状态。瑶瑶，妈妈马上就来了，你再等等，你再等等妈妈。乖瑶瑶，你别怕，妈妈来保护你了。
谁都不能伤害你，谁都不能。他断断续续地说着，甚至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看来他梦到的内容要比秦卓刺激得多，毕竟秦卓好歹坚持了半个月才来，而他应该昨晚才做到这个梦，总不能是因为他其实内心深处还在爱着我吧？想想都觉得不可能。在此期间，直到顾家人抵达我所在的小区，苏凤美的电话都没再挂断过。她一直喃喃地同我说着话，甚至没有任何遗漏的细数了我从小到大的各种趣事，然后又向我道歉：“对不起，瑶瑶，妈妈不该因为有了另一个孩子就不要你。对不起，你也是妈妈亲手带大的孩子，妈妈怎么那么糊涂？怎么就会认为你不应该继续留在家里？怎么就会开始偏心另一个孩子了呢？瑶瑶，妈妈真的错了，你能不能再给妈妈一次机会？妈妈保证今后一定会好好爱你，保护你，让你一辈子都能平安快乐。瑶瑶，对不起，你别离开妈妈，跟妈妈回家吧，好不好？”她哭得那样伤心，哪怕还没见到，我都想象得到她此时泪流满面的模样。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上一世我死后，他们也曾这么伤心后悔痛苦过？同事真的很小，哪怕我居住的小区已经离机场很远，所需车程也只要短短1小时。再次见到顾家人，恍如隔世，不对，是真的隔世。这还是重生以来我第一次见到顾家人，并且还整整齐齐一个不落。这套房子实在有些小，顾家人全部进来后，我甚至觉得有些拥挤。瑶瑶，苏凤美第一时间冲到我面前，意识到她也想拥抱我，我身体本能地后退了几步，前者尴尬地滞在原地。你有毛病吧？至于吗？顾朝忍不住开麦，却被苏凤美恶狠狠剜了一眼。她似乎并不服气，还想再说什么，却被身旁的顾风拦了下来。瑶瑶，苏凤美泪眼朦胧望住我，眼中溢满了痛苦。顾森和也走上前来，他站在苏凤美身侧，望向我的眼神欲言又止，眼圈也红得吓人。瑶瑶，对不起。苏凤美几乎泣不成声，妈妈求你了，跟妈妈回去吧，不然那些人还会伤害到你的。瑶瑶，我深吸一口气，将泪意强压回心底。我缓缓摇了下头，郑重道：“不会的。”苏凤美和顾森和彻底呆住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这副模样。我已经离开佛世，不会再遇到那些人了。苏凤美和顾森和皆是如遭雷击的模样，我这句话无疑表明，我确实经历过他们梦中的事情。下一秒，强忍情绪的顾森和也掉下泪来，哽咽着今天第一句话：“瑶瑶，是爸爸对不起你。”沉吟片刻，我终究还是没忍住点了点头：“是你们对不起我。”被绑架近24小时。被折磨到体无完肤整整3小时，可直到死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之前，我还在奢望着你们来救我。可你们不会来。我先看向顾森和，你说，撕票，好啊。他最好一辈子都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又看向苏凤美，你说，连袅袅一半懂事都没有，不如死了干净。继而浅浅一笑，说道：“所以那些绑匪如你们所愿，杀了我，让我再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妨碍你们阖家团聚。”话音落下，客厅陷入久久的死寂。似乎想到了什么，原本一脸怒容的顾朝，脸上浮现难以置信的表情，而想来喜怒不形于色的顾风，表情也逐渐破裂。在他们震惊的视线中，我继续说：“你们说你们错了，想让我原谅你们，想让我跟你们回家。
可我现在只想离你们要多远有多远，我只想活着。瑶瑶，苏凤美又往前走了一步，我也随之后退。她一张脸惨白到没有丁点血色，望我的眼神那样痛苦。难过吗？我不带情绪地说着，那时的我比你们现在更难过，痛苦10000倍。对不起，瑶瑶，我……苏凤美再说不出一句话，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此时此刻，顾袅袅忽然又成了那个局外人，她疑惑地看着周围的家人，不明白自己的亲生父母还有哥哥弟弟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没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只对顾家其他人说，所以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我真的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了。好，好，苏凤美忙不迭答应下来，却又补了句附加条件，那你以后别再继续还钱了好不好？你是我们的女儿，那些钱不好。我打断她的话，我也不是你们的女儿了，我想要的是彻彻底底跟你们断绝关系，再没有1分1毫的牵扯。苏凤美捂着嘴哭着，眼泪打湿了她的双手，吐出口气，我下了逐客令，现在请你们离开我家，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了。又纠缠了几分钟，顾家人才不情不愿地离开。离开前，顾朝问我，爸妈说的那些话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没有理他，直接关上了门，静静听了外面动静很久，直到顾家人的脚步声远去，我才松了口气，把自己扔回床上，总算解决了一波麻烦。希望秦卓也能像顾家人一样识趣。我真的不想搬家了，不知道是顾家人警告了他，还是进过一次派出所后恢复了清醒。秦卓之后如我所愿般没再来找过我，不过在此期间，我当初车祸的那个新闻却在网上发生了翻转，不知道是什么人发出了完整视频，证明了我之所以会撞到公交车，全是为了躲避行人。于是乎，网友们调转枪头，开始抨击最初发布不全视频、带节奏网暴我的自媒体账号，以及那个乱窜马路的行人。如果是上一世的话，我或许真的会因此激动和开心，但重来一次，这件事情于我而言早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即便没有这件事，那些时时刻刻想要骂人的网友也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几个月后，我的连载顺利结束了，算是完满的结局。虽然让一部分热衷治愈文的读者不太满意，但总算还是满足了大部分读者的期待。后来，我从网上看到，因为秦卓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从同事离开后没几个月，他就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而没了秦卓主持大局，他家的公司很快面临了破产的结局。至于顾家，网上没有太多消息，我只知道，在我面前看起来还算正常的苏凤美，回佛寺没多久就一病不起了。跟秦卓纯粹的精神疾病不同，他的身体也在一夜之间彻底垮了。顾森和放下手头所有事，带着苏凤美到处寻医看病，可没过多久，他也同样得了重病。顾风和顾朝不止找过我一次，他们放下身段和脸面，祈求我能回去看望他们的父母，还告诉我，从同事回去后，苏凤美和顾森和就经常会将顾袅袅错认成我，甚至经常冷不丁就开始道歉和哭泣。我当然选择了拒绝，并一次次将他们新的电话号码拉黑，直到他们再没有来骚扰我。再后来，我又看到身为佛氏首富的顾家竟闹出了兄弟阋墙的丑闻，顾氏股票大跌，哪怕最后勉强维持住了，却早已经无法和过去相提并论，只是公司才稍有起色。顾森和与苏凤美在求医途中遇到车祸，双双殒命的消息，又让顾氏
遭遇了一次重创，又一次被来电铃声半夜吵醒时，我没再接起，选择直接关机继续睡觉，直到我在网上看到顾风和顾潮双双白头的照片，原来是轮到他们了。故事这个庞然大物终于彻底崩毁，再没有小报狗仔会跟拍那兄弟俩，我也就再没有听到看到过任何有关他们的消息，但那些都已经与我无关，正如他们都终将遭到报应，我也会得到圆满未来。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